你眼前的这些雪山就是中国西极的景象，这里也是每天中国最后落日的地方。跨过雪山就到了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过几千公里的跋涉，我们从西安出发，终于到达了中国最西部的城市乌恰县，这里也是中国西极所在地。从地图上能够清楚地看到，乌恰就在中国地图最西端。也许在地理位置上来看，乌恰下方的阿克陶更靠西一点，但那里全是雪山，不适宜生存，所以中国的西极就定在乌恰。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了解一下乌恰。乌恰县位于新疆西部，帕米尔高原北部，塔里木盆地西端，天山山脉南麓和昆仑山脉在此汇聚。距离乌恰县100多公里的斯姆哈纳村就是中国的西极。乌恰县已经不属于喀什的范围，它属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管辖。从名字大家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柯尔克孜族人聚居生活的地方。柯尔克孜族人最有特色的就是他们的帽子，每一个男人都有这样精美的一顶白毡帽。在室内，我们也幸运地碰到了一场柯尔克孜族的婚礼。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柯尔克孜族女生传统服装，红白配色的衣服显得每个女生都格外美丽。在这个城市，我们还去了当地的一个集市，据说这是中国最西部的一个市场。我们去市场的时候打出租车，2个人居然只花了3块钱，这是我们在中国坐过最便宜的出租车。虽然乌恰已经远离了塔里木盆地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沙暴仍然顺着昆仑山和天山一路刮到这里。果然在南疆哪里都会被沙漠影响到。飞起无人机，整座城市虽然不大，但是各种设施应有尽有，道路和绿化整齐地排列着，公园和广场分布在城市的各个地方，体育场一下就映入眼帘。虽然沙暴很严重，但是仍然能够看到整个城市都建设得井井有条。今天就跟着狒狒和文涛一起游览这个中国最西部的城市。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现在在新疆的乌恰县，这里是我们国家最西边的一个城市，也被称作中国的西极。这里是中国最后一缕阳光落下的地方。我们现在在乌恰县的平安广场，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晚上的9点多了，但是大家看现在的太阳还高高的挂在天空中，因为呢这里是我们国家最西边的位置哈，所以呢和东南沿海相比，这里的时差是要晚将近4个小时的。乌恰县呢是属于克州，克州的全称叫做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这里是天山南麓和昆仑山的连接处。其实呢，乌恰是乌鲁克恰提的简称。那在柯尔克孜语言中呢，乌鲁克恰提指的是大山沟的分叉处，因为呢，科兹勒河谷在这个地方分成了3道沟而得名的。那从地理位置来看呢，乌恰县是和喀什地区的舒富县以及克州的阿图什和那个阿克陶相连的。同时呢，乌恰县也是一个边境县，这里和吉尔吉斯斯坦接壤，中间有着长达400多公里的边境线。乌恰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地方，在西汉时期呢，这里是属于西域36国中的捐毒国。那从公元6世纪到公元16世纪，这里先后建立过突厥汗国、回鹘汗国、柯尔克孜汗国和叶尔羌汗国等政权。那在清朝的时候呢，这里是属于舒富县管辖。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乌恰县一直属于克州管辖的。刚刚我们在乌恰县转了一下，这个县城不是很大，这边的人口整个县就是包括县城城区和下面乡镇村，所有加起来，这个县的人口只有58000多人。然后这些人口里面呢，最主要的民族是柯尔克孜族，占到73%。排名第2的是维吾尔族，有20%。那另外呢，汉族在这里占到7%。在乌恰待的这一天我们就发现乌恰县县城里其实不存在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老城区。你看我身后这种新的房子特别的多。那经过了解，我们才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乌恰的县的县城并不是它最早的位置。那最早呢，乌恰的县城离这儿还有个6-7公里，但是呢，在1985年的一次7.4级的地震中，老县城已经完全的毁掉了。那在这个位置呢，是86年开始我用了3年的时间建了一座全新的县城。
其实呢，我们来乌恰的路上就发现哈，这边的山地特别多，整个乌恰县啊三面都是环山的，并且呢，这里处在我们中国的一条强震带上，地震可以说是非常的频繁。我看到有数据统计过哈，从1905年到现在这短短的100多年间，光是6级以上的地震，这里就发生过60多次。也就是说，平均不到2年，这里就会有一次6级以上的这种大地震。那现在呢，我们就带大家去乌恰县的县城去转一转，就在前面那个位置。现在的乌恰，我们刚过来这个广场的时候，发现整个县城都在搞建设，然后路上就修的有点乱。但其实呢，这个县城还是很美的，因为它毕竟啊，就是最近的30年才建起来的一个县城嘛，还是比较干净漂亮的。我们现在准备去这个县城转一转，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广场其实就是乌恰最中心的一个广场了。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人还是非常少。第一个原因是这边人本来就少，第二个原因是现在在搞建设，这广场都围起来了，所以很少人能到这边来。看，对，那有一个牦牛。是的。因为乌恰这边的海拔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啊，海拔大概是在2200、2300，所以这边呢，即使是在盛夏的时候，也不会太热。对。然后这边还有几个柱子，广场上这柱子上都有一些动物，我们刚开始还以为12生肖呢，最后看了看，好像是骆驼，对，这个是牛，然后那个应该是盘羊，这个就是它的脚是这样子，对。盘羊。那这些应该就是在这个乌恰县的范围内生存的一些野生动物，当地野生动物。你这个帽子是柯尔克孜族的哈？对呀。好好看呀。啊？好看。大哥，这边旁边有什么好玩的吗？这个城市？我们来旅游的。有你们讲那个玉溪塔石。哦，玉溪塔石。玉溪塔石，对。哦，那个是草原哈。对。哦。我们原本以为大哥跟我们说的是一个普通的草原，直到我们到了玉溪塔石，被震撼的说不出话来，才发现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美景，从未见过的草原。乌恰这边主要是柯尔克孜族和维吾尔族，所以这边的吃的呢也都是柯尔克孜族和维吾尔族吃的，像抓饭啊还有什么的。但是这边除了这种他们当地的吃的之外呢，还有一些很多的汉餐，比如那个凉皮馆啊，还有四川的炒菜店也有很多，所以这边吃的还是挺多种多样的。乌恰现在呢，整个县都在搞建设，应该是在搞管道这种全部的换新或者什么操作，就县城挖了很多，到处的这种隔离栏。我听那个阿姨说，这下面好像铺的是燃气管道，整个县城都挖开了，都要换新的，不知道怎么走了。是的，就只能从这种蓝色围挡这种窄通道过去了。是，带大家看看这个县城吧。感觉是特别影响大家看这个县城啊。这是这个乌恰的公交站。这个县城虽然不大，但这边公交还挺多的，还有3路公交这个站，1路、2路、3路。我觉得算挺多的了。对。毕竟这个整个县域才5万多人嘛，整个县城里可能都不到1万人。对。那这边公交通的还挺多，而且我看到这个县城里出租车也挺多的。是的。我们今天问了一下这边出租车3块钱。是的。县城里面基本上就3公里内3块钱。对。所以特别的便宜。这是我在中国见过可以说最便宜的出租车，就这种。是的。3块钱。这县城其实跟别的县城没有太大区别，也有什么超市啊，还有批发城。这边有移动5G 了，这边就是靠近市中心的位置了，一般有这种移动，还有储蓄银行这样的。前面那些店铺也都是这条主街道上的店铺，然后因为旁边的管道维修嘛，所以都隔起来了。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乌恰县最大的一个综合商贸市场，大门在这里，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吧。我们进入市场之后呢，发现这边市场还是挺全的，有卖吃的的，有卖衣服的，还有超市。我们刚在这个市场转了一下其实从市场也可以看出，乌恰县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区。你看这里有那个回族的这个馍馍店，
对面呢是卖馕的，就当地人吃那个大馕。这边呢还有汉餐，成都人开的，这里边什么都有，然后卖衣服、卖化妆品的，就是一个县城里面最大的一个商贸市场。虽然这个城市重新建的吧，但是因为它是85年建的，有些建筑也比较老了，像我们前面这个建筑就看着挺老的。你看80年代新建的。在中国最西边的城市乌恰玩了几天，虽然这里地处中国边疆，但是整个城市建设的相当不错，该有的都有，吃饭也有很多的选择。我们甚至在这里参加了一场柯尔克孜族的婚礼。这边算很繁华了，因为我们在这县城也转了一天了哈，看了很多的区域，这块算是人最多的了。还是按照之前咱们粉丝朋友说的那个方法哈，这个十字呢有好多家运营商和卖手机的，这就市中心了。对。然后呢，这边有卖鞋的这种大东啊，这种全国连锁的，然后对面有那个以纯啊、森马呀这种，这妥妥的商业区了。对。好繁华这边。这个县城因为只有才5万人嘛，但是这边人已经很多了。不是整个县5万人，对，这个县城可能都不到1万人。哦，它这边有大概10多个乡镇的，对，乡镇都有人的。卖水果的，卖馕的，卖电动车的。我觉得哈，因为这个县城呢比较小，所以这些功能分区它分的不是那么清楚。你看蛋糕店旁边就是一个修摩托车的。那一般呢，我们大点的城市啊，就是它的汽修啊都在一个区域。这个县城明显感觉就是衣服店隔壁是卖冷饮的，它就是全混在一起的。是的。因为这后面呢是一个特别大的居民区嘛，居民小区，所以呢这门口这些店都是为小区服务的。你看这个药店呀、水果店啊，还有这种快餐店。都是主要服务于小区居民了。是的。其实呢，乌恰的旅游景区很多，但这里因为太靠西、太偏远，所以游客很少。我后面的这个酒店呢，就是我们在乌恰县住的酒店。因为乌恰这里呢，因为人比较少嘛，所以这边酒店修的也比较少。我们这个酒店是今年好像才成立的吧，就是从网上看都没有评价的。因为乌恰县呢，它不是一个旅游城市嘛，所以这边的游客也比较少，房价还挺便宜的。我们最近呢，说实话被这个新疆这个高房价吓的，现在在乌恰这边是在休整几天。这边其实住着特别舒服，县城啊虽然小，但是呢就是基本上的生活保证什么都有，五脏俱全的。我们现在继续往前面走啊，那一条横着的路叫黑子尾路，那条路也相当的繁华。其实呢，黑子尾是个镇的名字，黑子尾镇离这大概6、7公里，就是曾经的乌恰老县城的所在地。因为在1985年的时候，一场地震啊，让那个老县城那边基本上全部摧毁了嘛。现在主城区搬到这儿了，但是从路名上来看啊，这条主干道还是保留了曾经黑子尾这个叫法。可能有很多朋友都想问啊，说那这个县城这么点人，那大家都是靠什么生存的？其实呢，这里的经济我觉得还是比较发达的。首先它第一产业来看的话，这边因为山比较多嘛，山里面就会有河谷，河谷就会有水，所以乌恰这里优良的草场也是不少的，从它的放牧业也是比较发达的。那第二点呢，这边的那个矿业资源非常的丰富。我们从塔县往过来开的时候，路上就路过了一大片矿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紫金矿业。紫金矿业也是我们国家100强、世界500强之一。那紫金矿业呢，在乌恰这里啊，有超大一片矿区，主要是锌矿，没错，就是那个金属锌矿。所以呢，矿区有很多工人会来这里吃饭、消费、娱乐等等。我们看一下对面啊，就开了很多的这种汉餐呀，还有那种养生休闲的，还有一些 KTV 啊，娱乐场所啊，也是比较多的。这个县城啊，我真的想用8个字形容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基本上我们需要的这里都有。哎，你看这里啊，又出现了我刚刚说的这种小县城功能分区不清楚的问题。你看这边的服装店、电动车店，还有火锅店，3家是挨在一起的。就它这边
不是按照那种品类去那样分的，都是在一起连着的。哎，前面有那么大一个蜜雪冰城，我去买一杯喝的。我在其他的县城，然后塔县啊，还有那个疏附县啊、疏勒县都没有见到蜜雪冰城。然后这个县城虽然小，人也少，但竟然有一家这个。看，我买了2杯这个绿茶。刚才我问了一下啊，这个蜜雪冰城它前面2个小姑娘，一个是柯尔克孜族的，一个是维吾尔族的。然后柯尔克孜族那个女孩啊，她长相上看啊，跟汉族女孩特别像，而且她因为在石河子上了4年大学嘛，所以她这个汉语真是不错。其实呢，我觉得柯尔克孜族哈，整体看起来没有像塔吉克族或者说维吾尔族那样子和就是看起来有明显的外貌特征。其实呢，怎么说，柯尔克孜族长得就是有点像蒙古族和哈萨克族那边人的相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乌恰县是跟吉尔吉斯斯坦是接壤的，而吉尔吉斯斯坦和这个柯尔克孜族他们是一个民族，其实只是在2个国家的叫法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片呢，在元朝和明朝的时候几乎都是这个可以说是蒙古族后裔的韩国的一个统治嘛。虽然这个县城是在中国的最西边，但是它这边也有一些制式的建筑，现在小区也挺大的，好几栋楼，1、2、3、4、5、6、7、8、9、10好几栋呢，还有好多的车。这边也有一些低一点的楼。这个县城虽然是很偏啊，在地理位置很偏僻，但它也不是非常落后，还是建得挺好。西部边陲的小城也有自己的娱乐活动，但我们现在才晚上9点钟，也就是当地时间的大概7点钟，这边的 KTV 已经开始营业了。我们在这边转，刚才碰到一个小哥过门说，我们楼上这个不是酒吧，是有人在结婚。看婚车，对，这边的婚车啊，跟我们那边还不一样哈，都是这种，其实还是挺民族风的这种花纹和图腾啊，挺漂亮的。嗨，你们好，你们是在这参加婚礼吗？对。哦，上面是那个柯尔克孜族的婚礼吗？对。我们可以看看吗？可以啊。我们就从那个椒麻鸡上2楼是吧？对。好的。哦，好，谢谢啊，谢谢。哈哈，我们去看跳舞吧。哎，这些科族的朋友啊，好像也是参加婚礼的啊。对。他们穿着民族服装。能看过？在婚礼上，新娘新郎还大方地答应了狒狒的合影要求。我们在新疆碰到的每个人似乎都特别的热情。其实哈，乌恰县的环境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我们现在站这个地方特别的干净漂亮，旁边还有一条小河。那刚才我们在县城里走的时候，我俩去我们老乡的面馆里吃了一碗面。这边的陕西人特别多，我刚看到了陕西凉皮店、陕西那个面馆，有5、6家都是我们老乡开的。其实呢，我们那个老乡说这边的环境他觉得是比我们陕西要好的，因为这里的海拔相对高一点嘛，这夏天不热，这夏天呢听他说最高温度的时候也就31、32，这是最高了，一般就是20多一点点，特别舒服。冬天呢，这里虽然有零下30度最冷的时候，但他说哈，这边的县城居民区还有这种商铺到处都是地暖。就城市呢，因为它建设的相对晚一些嘛，只有30年到现在，所以它那个基础设施哈修的还是不错的。
他其实说他喜欢这里比喜欢我们老家更多一点，因为我们陕西那边他们家在农村地区嘛，冬天的时候家里是挺冷的，温度也会到零下10度左右。他说这边呢冬天跟我们西安那边还不一样，这儿的冬天就是外面冷一点，但是室内很暖和，关键是没有风。他说我们陕西的冬天呢，冷是一方面，而且经常刮那种风，吹着脸都疼。所以整体而言呢，根据我们老乡的描述啊，这个乌恰县的自然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你看我们现在站这个地方，放眼望去啊，这边还有一条这种就是给大家健身用的这条路啊，感觉这个整个县城的规划啊，还有这种建设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城区中心那一片儿就是小县城面临的统一的问题嘛，功能分区不清晰，但是在县里面5万等级的县里面算相当不错的了。乌恰是中国最西边的城市，那么乌恰的巴扎一定是中国最西的一个市场。来到每个地方，我们都尽量去当地的市场转一转，市场最能反映出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乌恰的这个巴扎相当的热闹，每个民族的同胞都在这里做生意，这儿的物价也相当低，4个大西瓜居然只要10块钱。嗨，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今天依然在我们中国的西极新疆乌恰。那今天狒狒和文涛要带大家去一个当地很好玩、很有趣的地方，我们一起去看看吧。乌恰县在每个星期六都会有大巴扎，就是集市。我们在乌恰休息的这2天哈，刚好今天周六我们就赶上了。这边的集市巴扎离县城大概2公里吧，在市郊的位置。周围乡镇的父老乡亲们都会来赶集。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下，在我们中国最西边的城市，这边赶集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已经快要走到了前面那边人特别多的地方，就是巴扎。我们从县城走过来大概用了20分钟，距离在1.5到2公里左右。对，这个巴扎据说是每周才有一次，然后今天是个周六才有，我们特别的幸运，刚好能赶上这个巴扎哈。对，看一看祖国最西边的人是怎么赶集的。啊，你看当地这个父老乡亲们，各种交通工具都有，有人骑的那个3轮车，带着孩子来的，对，电动车，还有开自己私家车的。对。刚一进来感觉特别的热闹哇！我们在这个县城已经待了2-3天了，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人，真的。因为这个县城比较小嘛，我们在县城的城区范围内没见几个人。对。然后今天这个周六哈，1周1次的巴扎上好多人。这边主要是除了县城的人，四面八方乡镇村的人都赶过来了。对。人特别多。乌恰这边因为在中国最西边嘛，所以这边居住的是柯尔克孜族的。对，他们服装就是你看这大爷就戴着帽子，帽子特别的漂亮。这个大爷的帽子就是柯尔克孜族的那个对传统民族服装。对，你看卖的也是帽子啊，各种帽子。我们走到市场里面这块都是卖衣服的，还有卖布料的，挺好的。我们那儿感觉那种布料都已经好多年见不到了，都是成品。这大爷的帽子。你看这边的小孩，大人都喜欢戴帽子啊。太晒了。对，太晒了。这边的天气哈，就有点像青海西宁那边，因为这儿的海拔呢也是2000多米。夏天的时候呢，这边白天也就20多度，不是太热，但是紫外线太强了，所以这边人都是穿的外套。这个又特别像小的时候农村的那种庙会哈，卖这种日常用品小东西的。我们是西安来的。姐，你刚才说你爸爸是科族，妈妈是维吾尔族哦，是不是咱们乌恰县这边这2个民族都挺多的哈？啊，哦。科孜族带的这个是，好看的。它这边也用地毯啊。对。我看一看这地毯，哇，这边的地毯感觉的特别的大，你看我都望不到头，这么大一颗呀，这铺在客厅的哈，应该是。对，就是他们那种跟客厅和卧室一样的那个大房间。对。这个。这什么材质的？哇，这那种毡的，好像是。啊，这种是毛毡的。哦，毡布的。对。有的那种羊毛的特别贵。对，羊毛的贵。
吃的东西跟蒙古族很像，也跟哈萨克族很像，有那个马肉、马肠这种，对，面肺子啊、米肠子这种。对，哎，你说着又来了。哦，这不是，这个就是米肠子，对，血肠，然后那个黄色的是面肺子。跟伊犁那边吃的差不多哈。对对，就是它这个柯尔克孜族这习俗哈，跟维吾尔族还差别蛮大的，比较像哈萨克族和蒙古族那边。对，凉皮多少钱，老板？7块啊。麻辣烫是全国都有啊。哎呀，这个还有菜。一串多少钱？1串1块。哦，一会儿来买点。这什么银耳都有。银耳。这是当地有名那个鸡吗？这个好像不是，这种呢是烤的，这个是炸的。哦。看，你好，这是鱼块。那里面还有那种卤蛋、鸡腿。鸡多少钱一只，老板？40啊。这个是烤的吗？烤的，刚烤的。那这个是怎么做的？这是水煮的。水煮的啊，这是那个鸡的那个汤。哦。咱们再转转看一会儿吃啥哈？烤包子、抓饭、羊肉串，哎，羊肉串不错。烤肉不错，我决定在这儿吃了。啊，这个肉串挺大的。老板，那烤肉多少钱？1块钱。抓饭呢一份，这肉抓饭。肉抓饭23哈。还有蛋，还有肉，烤肉5块一串。鸭子哦，我不吃鸭子。鸭肉2块，2块哈。鸡蛋饼啊？差不多。哦，这个是不是柯尔克孜族吃的？哦，这种薄饼。哦。那个里面是卷什么吃的？里面没什么，就这样拿着吃哈。哦。就涂点蛋液是吧？这多少钱一个？那个我们酥油就是那个哦，酥油。酥油。我以为是鸡蛋呢。哈哈，谢谢啊。哈哈，酥油我就不尝试了。如果是鸡蛋呢，我就吃一个，因为我不太能受了那种奶的味道。走吧，我已经勘察过了，我准备去吃个凉皮子。这集市上的东西真的挺便宜的啊！每次呢都是这种农村这种巴扎上东西是最便宜的。是的。那个肉串这么大，卖5块，在城里得卖7、8块。这个谁来？还有银耳呢，要不要尝试一下？不用了，我要木耳。我们现在来到这一片是干果区了，有各种葡萄啊，你说葡萄好多啊，葡萄特别多，种类多。葡萄干。葡萄干。哎，大叔，这个是什么？这个吗？30一个。这个叫什么？叫什么名字？鸭的。啊，江华椰果。尝一下。见过这个啊，那别的干果我们都见过。我拍一下。也是个什么豆？桑葚吧。葡萄桑葚哦，桑葚。这是桑葚吗？葡萄干儿。黑加仑。哦，黑加仑。看枣夹核桃，这个和田那个大枣。对。这还有冰糖串。20块钱。哦，这样的是吃的吗？这个？这个是现在就能吃的吗？他听不懂，帅哥。这个是回去做饭能用的吗？往茶里面放的是吧？10块钱10块张对吗？10块钱7个。对，张，按个卖的。白南瓜，他不用。不用。张。欢迎帅哥帮我们挑上生的瓜。对。10块7个，我要3个就5块钱。西瓜5毛钱一斤哈，付钱。这还挺沉的啊，这3个。一块5，这个1卷。这个10块啊。10块钱4个这个。10块钱4个。哇。全熟的。它摸着拍着挺好的啊。对，我看看。这瓜挺好的。挺好的。10块钱4个。拿不回去咱俩。太沉了。我俩没开车，拿不了这么多。
看着便宜的东西买不成啊。我们酒店外面有一个水果市场、水果店，也不贵，一公斤好像1.6块吧。对，老板这边小的1块钱1公斤，地上这是按吨卖的。因为巴扎所以便宜一些啊。算了，涛哥，确认自己不买了，这个太难拿了，我们回去还有2公里。我们刚刚已经从乌恰县的大巴扎里面出来了，里面说实话人还是很多的，因为这个巴扎呢1周只有1次，四面八方的人都会来这儿赶集，而且里面东西也比较齐全哈，日用品、服装、鞋袜，还有这种蔬菜水果，还有那种五金件，另外就是像家里用的那种大的地毯啊、窗帘啊，里面什么都有。你看啊，当地人都是大包小包的，我看有人拿那种大麻袋背了1麻袋的西瓜回去了，而且这里面东西确实便宜。你看我们买了这么多东西啊，一个将近20斤重的大西瓜，还有3个甜瓜，一共才花了10几块钱，17块钱，算是相当便宜了。因为我们是游客嘛，里面那种日用品我们不需要，但是这个水果啊，真是拒绝不了。其实我俩今天没有开车，是走路过来的，本来就是打算来这儿逛逛，吃点那个烤肉、当地美食就可以了。但是哈，这个太便宜了，根本拒绝不了购物的冲动。哇，太难做了。挺好的，那当地人都是拼车的，因为小县城好多都是拼车的哈，有一个就做一个，大家都是。狒狒在后面感觉好挤的样子。狒狒去买个蜜月冰城，哇，这一块的乌恰的出租车真便宜啊！它虽然是拼车的，我们刚刚拼车回来的，但是只要3块钱，我们2个人只收了3块钱。现在中国还有3块钱的出租车，你敢信？就在中国最西边乌恰县。